各位好，那本次的影片要讲解呢，就是如何建立一个 MCF 的一个档案。那透过 MCF 的档案呢，可以调用外部的这种 G code 的方式，然后呢，让这个机床呢来做一个作动。那如果之前呢没看过如何建立这种机床树状结构的方式，然后用刀轨来驱动机床的仿真，那你们可以看之前的影片。那如果这次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这边的话先来操作一下呢，如何呢来调用外部的这个 NC 码。那我们可以点选这个机床模拟。好，那接下来的话可以点选根据刀轨这个图示下面呢有个外部的程式模拟，我们可以点选。那它会跳出一个机床模拟程式的视窗，那我们可以点选。那我们可以开一下这个 NC code.txt 的档案。那我们用 Notepad Plus 打开，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里面的内容有 G0、X100、Y100。那我们接下来呢按下 OK。按下确定。这时候呢，下方呢就会跟我们说可能在设定上有问题，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实现就是调用这个外部的程式，然后呢来做一个机床的一个运动，所以呢，它已经切换到使用刀轨的一个模拟。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来开始呢来创建 MCF，然后怎么来调用外部的程式。首先创建的那个 MCF 的档案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叫做 Machine Comparator 的一个程式。那我们把档案打开看完之后呢，可以看一下它的视窗。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连接。那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要先在呢机床仿真这边呢，先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定。那这些设定好之后呢，它才会连接到 MCF 的档案。第一个呢，就是呢这个机床树状的浏览结构的名称，这个种名称我们要命名哪一种？这个地方我们要命名成 CS1 underline 3 plus underline machine underline simulation 这个我们要命名的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底下还有包含所有就是机床运动的一个元件。所以呢，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资料夹因为我怕会输入错误，所以我们来到 CS1 Training Model 的资料夹，我们将这个档案名称做一个复制，回到我们的机床结构器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总名称我们按上贴上，我们呢把它换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命名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定义它的一个连结关系，每个轴跟每一个轴的一个关系。这个后面呢，我们会调用到 MCF 的设定参数。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依照树状结构图来输入 z-y-x-b-c 这样子。好了之后按下 Enter，看一下这个名称是不是呢有被输入进来，就是依照这个树状结构图。好了之后按下确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定义每个轴的一个连接设定那这个轴的连接设定会跟 MCF 轴的设定呢要呢串接的起来，所以这地方呢是不能输入错误的。那我们进入到呢这个轴向的一个通道设定。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把这些所有建立好的这个轴，我们把它选起来。那我们新增到下面那这个通道的这个名称，我们要选用，我们要输入了 n 这个字不能错这个字错的话，等一下创建的 MCF 的档案呢，它也抓不到所以这地方呢，我们要输入这个 MAIN 名字只要 MCF 跟机床仿真能对应得上，那都没问题那接下来可以按下 Enter， 这个地方的名称就更改。那主轴我们就这个地方呢就选择 S，X 轴就选 X，Y 轴就选 Y，Z 轴就选 Z。好了之后按下确定。那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改完之后一定要按 Ctrl 加 S。好，这是 NX 在机床的仿真界面呢，要先建立完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呢，属于调用的一个建立那我们之前呢有讲过要如何调用它，就是到 Machine ASCII，然后里面有个 Database 那我们是用 Notepad Plus 这样打开。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这名称的话，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这都可以自己去改它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写个 GM，然后呢，写到 GM code，等下调用的时候才会确定说，真的有改成功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行文字是复制 SIN08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名称也改一下。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资料夹名称，那我们就继续引用资料夹名称。我们用这个 CSE Training Model 的资料夹名称，那我们将它贴上。那接下来下面这个指定的档案，我们也输入 CSE Training Model 点 DAT。可是，在我们资料夹底下没这个档案，所以呢，一样我们去将它复制。那我们在这边呢新增一个，用记事本新增。那我们呢将档案直接整个贴上去，就是 CSE Training Model 点 DAT。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要新增什么文字。那我们先用 Notepad Plus 先开启。这里面没有文字。那我们这边呢，就算是连结路径就修改完。那我们这边先做一个存档。好，那至于这里面要填什么内容，那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SIM08的这个范本。那我们开启这个 Flask 点 DAT。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这边有个 CSE file，然后指向这个路径，我们将它复制一下。那我们直接贴上去。那这个路径名称我们就要改一下了。因为我们这个路径底下是没有这个档案的。所以我们要改 CSE Training Model。那我们将它贴上。好，那接下来呢有个 driver，那我们也新增一个 driver。好，那它后面还有一个 Flask 的资料夹，这我就不要了，我就把它删除掉。那 MCF 的名称我这个地方可以自己先取，我取名叫做那个 CSE 3 Plus 2。那我把这名称呢，我把它输入进去，然后把它先复制一下。那改完之后记得都要做存档有存档的话，就蓝色代表就是有储存成功。那因为呢，就是说我们有灌很多不同版本的这个 NX 所以这个路径呢，指向最好就是说属于是绝对的路径因为这个路径有可能会指向不同的版次，所以这地方呢我们修改一下。我们把这个整个路径呢复制，就是等一下它去调用的时候，它绝对会调用到对的它绝对会调用到对的这个我们所建立好的 CSE 的这个程式所以呢，我们呢那个把它呢路径整个复制起来，然后我把它贴上它等一下会去调用一个对的，就是这个 CSE 3 Plus 2的 NCF。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的设定的一些动作。接下来我们来创建 NCF。好，那我们创建 NCF 的话呢，我们这地方可以选用它里面有内建的，我们选用这个 Flask Family。那我们使用 2.0。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使用 Library。名称的话，我们一样可以用这个CSE 3 Plus 2的那我们把它呢贴上去。这名称都可以自己去定义，没关系。那这地方我可以自己输入一下它是第一版这样子 ，OK。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定义每个轴的一个名称我可以按右键那我可以呢选择新增一个轴。那我这地方呢输入 X。那输入完之后一定都要按 Enter 它才会建立成功。那我接下来建立 Y 轴 ，Enter， 再建立力轴 ，Enter， 然后接下来建立 B 轴 ，Enter。因为 B 轴是旋转轴，所以我这边要选择 Rotational 然后接下来再建立 C 轴。那 C 轴也是 Rotational， 所以我这边就要选 Rotational Needed 这个。好，那接下来我再建立一个 S， 就是 Spindle， 输入 S， 按 Enter。好，那接下来
下一个动作就是说，我要做到这个每个轴向通道的一个连接的一个设定，好，所以我就来到这个 channel，然后一样新增一个 channel，这个名称哦就很重要哦，刚刚有讲哦，这个地方就要输入这个 MAIN，哦，这个名称呢跟我们的这个机床结构器里面的这个名称要能对应得上，哦，如果没有输入的话，等一下它会直接跳警报，说什么没有登录成功之类的等等。好，那我这边都输入完之后呢，把它呢登录进去，哦，增加到这里面。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存档。那我们存档到哪个路径呢？哦，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存档到这个 CS1。好，啊，我贴上。好，啊，我 CS1的话呢，底下的名称我是命名为这一个。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夹名称。好，然后储存。哦，它就创建一个呢 CS1 3+2 的点 NCF 的这个档案。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呢所有的建制流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重新开启 NX，因为如果没有重新开启 NX 的话呢，这些都是调旧的资料。哦，所以这档案我就直接就关掉了。好，那我们重新启动一个新的 NX。好，所以呢，我们在做机床仿真设定的时候啊，只要有做到路径的一些修改的动作，我们都一定要把 NX 重新启动，这样子可以确保它调用的这些参数或者是路径连接都是修改过后的。那我们开启档案，好，那一样我们进入到调用机床。这个时候呢，机床这地方就可以看一下哦，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改名称，所以这个地方的名称呢，理论上应该是会有跟着做变更哦，用 GM code 哦，那所有的设定，好，按下确定，好，所以我们呢已经把机床调用进来，那我们也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呢机床导览器的名称哦，是不是呢已经有更改过来？那都有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做一个调用外部的这个 G code 试试看。那我们点选这个机床模拟，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点选这个外部程式，然后点选这个我们指定的这个档案，好，再按下确定。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哈，它有一个资讯，就是会跟你讲，就是说，哎，这个 NCF 已经呢跟这个机床仿真呢已经顺利的连接成功，那这个档案已经可以来开始调用这个机床来做一个运动。可是这个时候做也会失败，因为 NCF 里面还没有定义它什么叫 G0，什么是 X100、Y100，所以呢，我们点选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它会跳出no meta code 哦，然后 G0 use 它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要跟 NCF 定义它 G0 是什么，然后使它去跑 G0 这个动作。那后面的影片呢，就会继续讲解有关 NCF 怎么去定义这些所有的 G 码或 M 码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设定。那如果本次的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就请真的帮忙哦，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